嗨，大家好。今天呢，阳光明媚啊，一个下雨之后的好天气啊。你看天上的天有多蓝。关键呢，早上的气温还没有升得很高啊，所以呢，我还是要在村里面骑行一段啊。最近一些天呢，主要就是跟大家在做一些分享，我测试一些拍摄工具啊，一些设备的测试的视频。其中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这个新的360相机啊，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产生的一些喜悦，同时呢也有一些沮丧。让我高兴的呢，就是这个相机啊，它能够拍到我想要表达的，甚至我眼睛看不到的视角，可以让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一些风景，遇到的一些事呢，没有遗漏的收录到我的视频当中，只是你回去要去做一个相对复杂费时间的一个剪辑啊。另外一个呢，它可以架在我的车上，也可以呢放在我的行车的汽车内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啊。总之你可以挂在任何一个只要不掉下来的地方都行，它就可以像一个傻瓜相机一样的录制你想要录制的内容啊。但是沮丧的呢，就是这个相机啊也有很多让人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一个呢，就是我经过反复的确认和尝试呢，发现这个相机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每拍到29分钟的时候呢，它必然就会自动停止，然后呢保存所拍的内容，然后再次启动啊。而它这个保存和重新启动呢，不是无缝连接的，而是会牺牲掉10几20秒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拍一个视频超过半个小时，你在这个29分钟的时候呢，正好在讲一些重要的话的时候呢，那这一部分对不起，它就没法给你录上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也是这个相机啊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呢，还是它要把这些更新啊留待下一次啊？这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最近测试的比较多的，因为它这个360相机啊，内置的麦克风的收音的效果非常之差，特别是在马路上啊，它没法防风，在风噪比较大的地方呢，完全听不到自己说话声音，尤其是大马路上啊，车水马龙的嘈杂声啊，会淹没你讲话的声音，使得一个好好的视频，有着不错风景展示的视频呢，因为声音上面的缺陷啊，就变得一塌糊涂啊。所以这个呢是我最近试的比较多，所以呢用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呢，就在试验一个跟它能够连接的麦克风，也就是我现在挂在衣领上的这个麦克风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麦克风的收音，希望呢使得这个拍摄的视频里面的声音呢，能够呈现得更加清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测试啊。这个当然也包括在骑行过程当中，同时呢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坚持认为呢，如果不说话的这个视频啊，那就是变成了一个默片啊。当然也有人拍一些音乐背景的视频，我觉得这都无可厚非啊，各有各的喜欢。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说话，还是要把自己在路上看到的风景呢，连同自己的感受啊，连同自己的评论啊和视频一起呈现，而不是呢藏着掖着，只是呢表达一些美好的景物。因为很显然啊，我们生活的社会啊，肯定不仅仅是由景物组成，更多的呢还是由我们的人所组成啊。而人和人之间呢，应该会有一些共通的价值观啊，或者呢需要一些大家不同意见的分享、观点的分享和碰撞啊。
昨天呢，我开车去了一趟位于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啊。其实我们平时一般都简称为港科大南沙校区。在这边呢，我们去重游一下啊，因为以前在它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表达了我们的关切啊。相信呢，以香港这样的一所名校，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资源，还会有很多中西结合的教育的观念，尤其呢将为这个国家培养出很多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往去过很多回啊，虽然每次去都是一片工地啊，但是看着它平地起高楼，看着它呢校园里面的那些主要的建筑物啊，展现出它一些新颖的造型啊，心里呢还是非常的高兴啊。昨天我们去到港科大南沙校区呢，发现啊，校园已经建设完成，里边的教学楼、学生公寓啊，都是崭新的面貌。也看到很多的学生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回到学校啊。相信1年级的新生呢，应该正在进行一场军训啊。进入大学还没有上专业课，先进行一场人生阶段的重要的集体教育啊。我们在港科大南沙校区的大门口啊，见到很多意气风发的学生啊，进进出出，脸上洋溢着10年寒窗啊，一日考上名校的写在脸上的骄傲的神情啊，也不由得为这些学子们感到高兴啊。去了一趟大学呢，更加真切地感觉到啊，新的学年又将来临，新的学期呢又将开始啊。而我们家的孩子里面呢，也有一位还在大学就读的学生，他在经历了3年的疫情之后，第一次呢从遥远的国度啊，他的求学地呢回到国内，回到家里。但是美好的时光啊，总是流逝得非常之快啊！一转眼呢，2个多月已经过去，他也要接近返校学习的时候了。作为家长呢，心中除了不舍之外啊，同时呢又为他们的进步、成长感到欣慰。那么我们能够做的呢，除了做好我们的后勤工作之外啊，也是尽量尽到一些家长的责任啊，为孩子的健康多少做一些保驾护航的工作。所以呢，一如既往，每年暑假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为孩子安排一次全身的健康体检啊。结果呢，就像往常一样啊，还是让我们感到满意。主要的那些健康指标呢，
一如既往的正常。那健康的身体啊，肯定是孩子们学习啊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而我作为一名牙医呢，当仁不让的还要为孩子呢做一个全面的牙科的检查和保养。令我稍稍有些担心啊，因为毕竟呢有3年没见啊，孩子在海外一个人求学，真的不知道在一个长身体的年纪，而且呢学习任务繁重啊，也不见得有多少时间，甚至呢也不见得有意识去管理自己的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年纪啊，他目前的牙齿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但是经过检查啊，发现整个牙齿还是完好。但是呢，并不等于说就这样放置了3年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而是根据我孩子的叙述呢，其实这1-2年啊，他也因为时有牙齿的一些困惑吧。比方说这个年纪啊，智齿是最容易困扰人的一个牙科的问题。也会呢，因为可能累了啊，可能有些牙龈的炎症，造成一些牙齿的不适啊。但是呢，他都有接受我们的建议，在异国他乡呢，也找到了一位为他保健牙齿健康的牙医啊，并且呢，及时解决了一些小问题。这个呢，让我们尤其的欣慰啊，因为我们家长呢，真是鞭长莫及。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跟着孩子去留学啊，近距离的去保障他们的生活、身体的健康，而必须呢要让自己的孩子有这个意识啊，出门在外能够找到一位负责任的医生为他们保健，让他们在需要时候呢能够前往咨询，而不是等着那些问题呢积劳成疾啊，从小问题呢发展成大问题。最后呢，熬到回国时候呢，发现已经为时已晚。那在这样的一个开学季啊，新学期又要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国内外的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啊，都会因为各方面的牙科的问题向我咨询。那我当仁不让啊，非常乐意呢，为我的亲友们，为他们的子女们呢，尽可能的去解答一些牙科方面的常识，面对的一些困惑，甚至呢也会为他们的一些治疗方案提出我的一些建议啊。但是呢，我毕竟不是一个现役的牙医了啊。每个人呢都有金盆洗手的时候，
每个人也都有追求自己美好生活，想要一个自己快乐晚年的这样的一种愿望啊。所以呢，很抱歉，我并没有办法亲手为我的那些亲友和他们的子女呢做更具体的治疗的方案，并且呢亲自的为他们做诊治啊。但是我相信啊，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来讲，我给他们的一些建议，不论是理念还是一些建议啊，只要听进去了，都能够让他们获益啊。所以呢，我今天在村里骑行啊，一边在尝试用蓝牙无线的麦克风连着我的新的相机啊，根据我这几天的试骑行回来编完视频以后，听到自己在骑行过程当中说话的声音呢，我觉得还能接受啊，相对还算比较清晰，不会像以往那种啊，在风中骑行，在嘈杂的马路上骑行呢，完全我的声音被周围的噪音、汽车的轰鸣声所淹没啊。由此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在我每天的健身骑行之余啊，花个几分钟时间，针对一些牙齿保健方面的问题啊，被大家问及的一些内容呢，也在骑行过程当中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啊，也会毫无保留的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提出我中肯的建议，并且呢对某一些治疗的方案啊，也会发表我中肯的意见啊。当然了，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兼听则明啊，大家只是把我的一些见解啊当做一个参考就好，或许呢可以改变一些你的观念啊，或者让你有所触动，给你提个醒。但是真正的看牙治病啊，要对牙齿做一些治疗，那还是要找自己熟悉的牙医呢去做一个全方面的检查，进行一个综合的规划，制定详尽的治疗方案，然后呢跟你的牙医啊再根据你自己的理解和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啊做出一些取舍，最后呢能够解决主要的问题，并且呢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啊，让自己的牙齿呢一直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那这个呢就是我希望能够起到的抛砖引玉的效果。那今天呢，就是乘着在村里骑行、健身、闲聊，想到呢，新的学期啊又要开学，我的孩子呢又将奔赴远方，继续他最后一年的大学学习生活，就想到我作为一名专业牙医的责任啊，不但是对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也是对社会上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只要你观看我的视频，我都希望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正面的、有益于健康的内容。当然，仅仅是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而我呢，主要也是通过一个健身骑行啊，与其呢无聊当中随意的慢聊啊，还不如呢每次骑行呢留出一点点时间，针对一些亲友们、朋友们啊向我提出的牙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我自认为啊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关乎口腔健康的理念、小知识、小常识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于己于人呢都会获益啊。欢迎大家更多的提问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跟随我的视频，聆听我的慢聊，发表你的意见，提出你的评论。还没有关注我视频的朋友呢，敬请订阅我的视频，以便呢每一个新的视频都能够准时的推送到你的眼前。那今天这一段骑行慢聊呢，就以一个新的形式开始，希望呢今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内容的呈现啊，和大家分享。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